有缘人，地球正在发生一场千年不遇的变局。这一场变局将深刻影响到每一个人，有的人会平步青云，有的人会坠入万丈深渊。每个人都要关注这场变化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来看几个现象：为什么天气越来越热？为什么赚钱越来越难？为什么疾病越来越多？为什么人们普遍浮躁且没有幸福感？因为地球已经进入了能量大升级的阶段，而且大部分人的能量还停留在原地。在能量的急速升级跟流转之下，现代人无形当中承受了一种压力，总感觉被什么笼罩，却说不清原因，所以人心惶惶，内心无处安放。未来只有修行人才能够生存，因为修行就是要打开自己的思维，清除自己内心的障碍，这样高能量才能够流进来，才能够跟地球一起迭代。地球是一个专门培养灵魂的学校，目的就是让一些优秀的灵魂完成自我觉醒，最终实现升级，成为一个更高级的灵魂，然后从地球离开。所谓的原生家庭，其实就是这个灵魂学校所设计的觉醒课程当中重要的一环。它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封存你的自由意志，然后再给你注入特定的业力和自动化反应机制。接下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最终也没能完成这门课程，没通过考验，无法从地球学校毕业，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走完了这一生，最后再继续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往复。这部分人占 99%。 另一条路，你可以成功地把握住机缘开悟，这些机缘就是你人生当中所有的逆境打击，还有你得到的指引，然后你看到了正确的方向是向内觉醒，而不是向外所求。几乎所有的人方向都搞反了，越走越远，只知道向外求，内修自己，最终通过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修行，一步步的识别并且内观到自己的自动化反应机制，觉察到自己潜意识的缺陷。这就是老子讲的道法自然，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最终成功地破除掉了一个又一个的假我，完成了灵魂的觉醒。这两条路究竟你会选择哪一条？这就是你自己的造化了。当我们明白了以上的这一切，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佛说我们一直都活在相里，凡所有相皆为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儒家说要修身格物，直到成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圣人。道家说要无为，损而又损，天人合一。儒释道三家，无论孔子、佛陀、老子，还有那些真正的觉知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分别在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给我们提供种种的机缘和指引，而这些人都是在知天命以后，顺应自己的天命而为，那就是成为点化我们的人，成为众生凡夫们觉醒的祝愿。你要选择哪条路？浑浑噩噩地过一生，然后循环往复，还是我们一起精进自己，成为不一样的人，自己选择。接下来
保证你看完这个视频，你的人生会脱胎换骨。这是一个可能会改变你人生轨迹的视频。如果你想摆脱命运剧本和潜意识系统的束缚，这条视频值得你看完。没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偶然的，宇宙中有无数的灵魂渴望来到这个地球，体验这里独特的生命旅程。我们不仅被选中降临，还能亲身经历地球时代的展开，这对灵魂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历练。同时也因为我们的使命必须是来地球才能够完成。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来地球？其实每个灵魂任务都不同，但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灵魂进化。选择为人，正是为了在这个二元物质世界经历专属的体验，完成功课。要知道，高维灵魂羡慕我们的肉身经历，因为三维空间独特的体验是灵魂进化的关键。地球是宇宙中修炼条件最具有挑战的地方之一，因为这里有二元对立、矛盾冲突、时空限制，让意识无法像高维世界那样心念极显化。但恰恰是这些困难能让灵魂获得巨大的成长与提升，甚至能让这种成长速度翻好几倍。比如在高维世界，心中想要一朵花，它立刻就会出现，但在地球，你得种下种子，浇水除草，耐心等待几个月才会开花。但正是这种延迟与不确定性，让人学会了耐心、信任与珍惜。我们的灵魂像一束光，渴望在物质世界找到回归本源的路径，而破除二元对立，看清万物一体性，正是解脱的关键。从人的角度，我们盼着一生稳稳当当，最好没有任何坎坷，但灵魂渴望真正的进化，所以总会为自己安排充满挑战的道路，磨砺中才能收获最大的成长。就像有些人明明不喜欢冲突，却一次次遇到让自己必须表达立场的人，或者一直很害怕孤独，却被生活逼到一个人生活多年。这些都是灵魂为进化而设下的关卡。降生前，我们会和指导灵团队选定今生要学的课题，类型和难度自己决定，且无论走哪条路，课题总会以不同形式出现。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如果选了事业和使命的课题，一开始可能顺利升职或者小有成就，但突然遇到了环境的变化，又得重新思考方向，或者一直碰到各种挑战和阻碍，从中慢慢学会坚持、耐心，还有怎么靠自己走下去。灵魂课题会分阶段，初阶灵魂只需要修行感恩、诚实、尊重等等的基础课，就像小学生先学认字、算术。初学灵魂会在日常的琐事中学会这些最基本的品质，可能只是学会一句谢谢，或者在诱惑面前坚持说真话。中间灵魂则愿意去探索宗教、金钱、权力、自我价值，常常会进入企业或者权力场体验，不伤害他人，成就自己。有人可能在职场中一路高升，但在关键时刻总得做个选择，是选择踩着别人上位，
还是放慢脚步守住底线？这就是中间灵魂的考题。老灵魂大多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学习，来地球是为了服务大众，通过奉献和教学，学会无条件的爱。频率与源头一致时，可选择继续帮助人，或者回归本源与源头合一。有些老灵魂的生活看似普通，比如一位乡村老教师，几十年如一日地教孩子，却因为他的温暖影响了几代人。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在世间的体现。出生前订立的灵魂契约，约定出生、家庭、人际关系、重大事件，目的是让我们在特定环境中完成课题。契约到期前无法解除，课题没学会，可能未来再与同批灵魂结伴重修。提前学会就能提前结束契约，让对方退出生命。契约结束未必是分离，比如两人原本是伴侣，完成了彼此的课题，关系可能成为朋友或者合作伙伴，这也是契约升级的一种。有些灵魂刻意在缺爱的环境中降生，高维世界的爱是恒常存在的，灵魂需要在对比中体会爱的真意。这种体验虽然难，却能唤醒内在的力量。比如一个从小在批评中长大的人，成年后选择原谅父母的局限，反而学会了更深的包容。这就是灵魂重新掌握主权的时刻，因为明白了自己的永恒本质与内在的力量。灵魂契约的3种常见类型：遗忘契约，降生后忘记自己的身份，为的是全然投入此生的角色，不受过往记忆的干扰，也避免前世关系阻碍今生的角色。就像演员必须忘记掉自己是演员，才能完全地进入角色，否则表演会受限。主题契约，此生最想体验的主题，往往是最大的挑战或最深的伤痛。这些难关会成为回馈世界的礼物，克服它的过程能启发经历相似困难的人。比如一个天生有行动障碍的人，经过不懈努力完成马拉松，他的故事会让很多身体健全的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关系契约，生命中的每个人都与我们有契约，有的人是支持者，有的人是通过摩擦帮助我们完成未学的课题。比如反复遇到控制欲强的上司，其实是灵魂在提醒，学会设界限，守护自我价值。有些灵魂会投身高度物质化的家族，承接集体模式，并与觉醒带动转变。比如一个家族几代人都因为金钱问题争吵不休，某一代成员开始觉察这种模式，并且主动改变自己的金钱观，渐渐带动家族氛围改变。这不仅是个人转变，也是整个家族的疗愈。这其实和轮回相关，轮回就是在时间线上重复过去的习性与反应。比如有人总忍不住囤积无用之物，贪心，陷入买了后悔，后悔了还买的循环。有人反复被同一种人伤害，卡在同一种瓶颈，这都是内在剧本在操控人生。潜意识里的早年信念、恐惧、习惯，像自动导航，
让我们走回熟悉痛苦的老地方，就像民间比喻，遇到了鬼打墙。修行的目的就是超越轮回，觉醒本心。第一步是觉察，发现自己在重复老路，陷入鬼打墙。觉察如黑夜点灯，能让我们看穿墙只是习惯的影子，不必推倒，只需要看穿，它就不再有力量束缚住你。不觉察的人换再多的路，也重复走回的老路。修行走同一条路，也能活出新的境界。比如同样是失业，有人陷入恐慌，有人却把它当作学习新技能的机会。这就是境界的不同。修行核心是修心，回归最纯真本然的状态，那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境界，是大脑妄念暂时止息的状态。佛说，人一天约有84000个念头，而当念头停歇，我们能清晰地感知世界，却不被评判牵着走，心里像平静的湖面。这就是灵魂本来的样子。孩童最接近这种道的自然状态，给他一块石头也能专心地玩耍。而成人被思想束缚，升起分别心，石头不值钱，珠宝才可贵。修行就是让妄念减少，思维平静，越靠近内在源头，越能体会到我的本自具足。脱离轮回的关键，不只是多行善事，积德行善，而是内心真正不被外物束缚。执着财、色、名、利，会束缚眼耳鼻舌身意。眼睛看到好看的东西就不断追求，耳朵听到好听的声音就不断沉迷，舌头尝到美味就不停地想吃，身体感觉舒服就不断地寻求那种感受。特别是男女邪淫，这些执着不断催生更多的欲望，让人深陷其中，能量也跟着一点点耗散，最终困在轮回里打转。这就需要主动修，修得心越平静，欲望越少，德行越高，能量就越强，慈悲与利他之心自然升起，功德随之增长。古书中有句话说，凡人有少阳气在，不至于死；有少阴气在，不至于仙。什么意思呢？只要有一丝阳气在，我们就死不了；只要有一丝阴气在，我们就成不了仙，更别提得道了。要去除执着妄念，保持内心平静，常观察欲望，静坐平复心念，不奢求身外物，只求环境利于修行。这个时候，那些外在的东西反而会自然而然顺应你的状态而来，活得像个孩子般纯真平静。就是向内求，向外修，心修好了，外在的境况自然会如意。没觉醒的人，无论贫富，都困在无为中。有钱人容易陷入权力型的无明，用金钱、权力掩盖烦恼，表面风光，内心空洞。穷人当然也会被无明困住。真正的觉醒是厌倦用外在来逃避内在空虚，明白拥有一切也填不满内心的深渊。觉醒机会一直在，只是看是否有勇气面对。没有觉醒的人，
最终都会被无明反噬。当灵魂渴望真实，觉醒才真正开始，自然也就能明白，内心不自由，就算拥有全世界，也不过是困在无明里的囚徒。修行不是要放弃财富，稳定的物质基础反而利于修行。一切的终极目标不是避开生活，而是面对顺逆苦乐时，内心安稳自由，不再陷入轮回的循环。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道场，能接住事不被搅乱，才跳出循环，脱离轮回，向太极图流转自如，在阴阳转化中抵达包容一切的圆满之空。轮回的根本是对小我身份的执着，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名字，这是我的成就，我的情感，我的故事。当这种执着开始松动，你会体会到我其实是更大意识的一部分，轮回的根基也随之开始动摇。佛家说的无我，并不是否定你的存在，而是让你明白，那个被命运推着走的我，不过是暂时的角色。轮回属于二元世界，有生有死，有得失，有苦乐。当意识稳稳安住在苦乐不过是波浪的觉知里，不再被拉扯的时候，正如海中的浮标，无论浪多大，也无法带走你。这不是冷漠，而是深刻明白一切都是流动的变化，唯一真实的是觉知本身。脱离轮回不是去某个地方，而是从根本上不再被轮回的规则束缚。当你不再需要通过回到三维世界来学习、偿还或体验二元对立时，你自然就毕业了。所以大家看清楚了，能在这一世修毕业，就尽量抓紧时间吧。就算修到了离苦得乐的境界，可这地球有冷的让人缩脖子的时候，也有热的让人喘不上气的时候，待着总不是那么自在。所以要是能不再来，那自然是最好了。从宇宙的视角看，人类灵魂的意识权利完全有能力达到这一点，但现实中许多灵魂仍然被没有了结的业力牵引，不得不继续回到三维世界。也不是他们想多玩几局，而是因为功课未完成，或者有责任要照顾众生。现在有很多修得比较高的人，其实已经能直接转念，活在五维的意识之上，心自在清明，要风的时候风来，要雨的时候雨落。至于那些还没觉醒的人，他们还在三维的困苦里打转，被世俗的束缚和欲望拉扯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灵魂觉醒。你的灵魂千方百计让你看到这条视频，就是为了让我告诉你，你该醒了。2025年开始是人人进入修心的开始，如果不修心，你的人生会越来越痛苦，婚姻上的、健康上的、事业上的各种的问题都会找到你。2025年开始进入心灵觉醒的时代，它是千载难逢的。当一个人开始修心向内观时，才会发现原来本自具足，这才是真正活着的开始。人生有2次生命诞生，一次是肉体出生，如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门票；
一次则是心灵觉醒，这才决定你到底有没有活过，活得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大多数人困在第一次生命里，被习惯和欲望推着走，从未活出真正的自己，仿佛只为完成债务与缘分的轮回，最终悄无声息地被遗忘。极少数人会在某个时刻经历震荡，看破重生，从梦中醒来，让精神回归本体，不再是外在的名字、角色、标签和身份，而是如明镜般的真我，生命从此绽放光明。王阳明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每个人心中都藏着生命的方向，只是多数人都迷失了，习惯去外面找答案，问老天，问命运，问父母，问占卜，却从未问过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外在越浮躁，精神清明的人越能走得稳，他们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内心笃定，清楚自己的方向。真正的向内求，不是遁入深山，而是在红尘中保持清醒，在喧嚣中稳住心神，在欲望中不迷失，在纷争中守住内心的那一寸净土。精神归位，是从向外寻求认同、奖励与意义，转向内挖掘力量，从渴望被爱变为懂得给予爱。人之所以累，是因为精神未归位，困在他人评价里边，活得小心翼翼，挂在世俗比较上，便永不安宁。归位后，便有了内在稳定系统，不羡慕他人，不执着掌控，沉得住气，安得了心，看淡输赢，少做评判，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精神归位的标志是由内而外的通透，情绪不再主导人生，外界的声音仅供参考，不依赖，不困扰，内在生出稳固的力量，真正主宰生命，获得自由。正如禅师所言，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颗明珠便是精神核心，从未熄灭，只是被尘世遮蔽。接下来告诉你最容易让精神归位的5件事，看看你做了几件。第一件事，学会去宽恕你生命当中所有从未宽恕过的人，去宽恕那一些你觉得这一辈子你都不可能宽恕他的人，宽恕所有的一切人，因为宽恕能释放你们的因果业力，宽恕是你们累生累世都需要学习的人生功课。第二件事，学会开始做自己最热爱的事业，因为最热爱的事业是你人生灵魂的功课。我们身和心的存在，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的灵魂去完成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使命和任务。第三件事，开始结交志同道合、与自己同频共振、正能量的良师益友，与他们为伍，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共同工作。因为人的成长是需要圈子的，当你这个圈子每一个人都很热爱学习，每一个人都在自我改造、自我成长，那你一定会被他们所影响。第四件事，
赡养自己的身心，把自己的身心变得更加的纯洁健康。第5件事儿，把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儿，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把它当成是自己人生的考试题目。学会借势修心，通过你遭遇的种种事情来反思我们的灵性，再提醒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当下有无数的人生很奇怪的疾病，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很多的疾病其实是我们内在的灵性力量想与我们自己身体的沟通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但是我们不愿意去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久而久之，只能通过疾病来唤醒我们每一个人。当你沉下心来做这5件事情，杂念自然消除，会发现光明自在心中。此时不再羡慕外物，因为知晓自己便是宇宙精华。精神归位是接管生命的开始，不再等待机会和奇迹，而是重建方向，锚定灵魂功课，能量不被消耗，注意力不被琐事牵引。生活有了确定感，源于内心的坚定。若你读到此处有共鸣，便是走在觉醒的路上。真正的你是穿越一切后，仍能回归本真的自己。精神归位是此生最伟大的回归，让你从头脑喧嚣、情绪浮动、欲望沼泽中找回自我，明白人生不是讨好世界，而是活出本具的清明与恢宏。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灵魂觉醒，愿你早日归位，此刻便拥有整个宇宙。修行在于心念，心的境界决定生活的世界，不必执着于虚幻，活在当下，过好每一天最重要。祝你脚下有风，心中有爱，活得尽兴。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